我干嘛要开源？我把我这个东西做出来干嘛？其实这更多是一种开源精神吧，然后就是一种社区分享的精神，也是最开始的一个互联网精神。就是别人的问题，别人有个问题，我们可能10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这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是工程师，然后这2个工程师里面有一个恰好把这个东西给他做了，就把这个插件给他做了。那么剩下这10个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到他对应的这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实践。今天呢，就很高兴能够和 DeFi 的后端同学，然后 Yuli 一起来谈一下他们最近要发布的 DeFi 的插件系统。大家好，我是 Yuli， 然后现在是 DeFi 的后端工程师，也是插件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负责整体 DeFi 的插件系统的一个工程上的一个研发吧。那我昨天晚上呢，也是和我们 DeFi 的 PM Evan 一起聊了一下整个插件系统，所以也想问一下 Yuli 对于 DeFi Plugin 系统的一个期望是什么？就是你希望它是能够帮助到 DeFi 的用户去做到一个什么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2层的吧，就是针对于不同的 DeFi 的用户，我们其实期望不太一样。然后对于社区用户来说，我们简单说一下吧，比如说画像是就是像莱森这样的就可能是对一些比较 innovation 的一些比较 fancy 的一些事情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希望插件能够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一些，就是在原本的基础上 DeFi 完全无法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想把它实现掉。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我们之前我们 DeFi 没有办法在 DeFi 里面全部完成的，什么对接各种不同类型的 bot， 然后对接很多不同的协议，之前在 DeFi 这个是完全没有开放的，对吧？它是在集成在 DeFi 的整个代码里面，并且没有一个标准。然后呢，导致社区如果想要在 DeFi 的基础上做，必须要做2开，然后做了2开呢，还不能保证之后能跟 DeFi 做兼容。官方一直没有在这个地方推出一个长期的一个标准吧，就很阻塞了中间这批开发者，让 DeFi 跟更多的就生态位就去跟他们做这个连接。然后呢，对于普通用户，就是说，就比如说画像可能是产品经理，也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财务这种，就是可能只是他们的责任是使用 DeFi 去做出一些可以解决自己实际问题的这么一些应用吧。但是呢，针对于他们来说，之前的 DeFi 里面能力太过于有限，比如说我们工具总共就只有70-80个，但是我们官方不可能说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维护就各种不同的工具模型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全部开放给社区就社区可以就再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它实现出来，然后它可以形成一种分享机制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愿景吧。我们希望说用户在一个长期的过程 DeFi 生态的就不断的演化的过程中，能够我们现在做的这套机制就做的这套标准的成果，让更多普通用户能够用得到。就比如说他想用一个比如工具，他就能直接在 Marketplace 里面就能找得到或者说他想去做一个什么一个 bot， 那么他也可以在这里就是在我们的市场里面找得到。然后这是这一层嘛。还有就是企业用户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是，很多企业包括就是企业内部他们会有自己的私有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一些集成也好，这些东西呢，他们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是肯定不可以进行公开的，并且他们也要自己去维护这些东西。那么在原来他们只能选择对 DeFi 进行2开，然后很多东西也得不到保证。那么现在呢，相当于说把这一套标准给他们了那他们也可以就在这个标准之上搭建自己企业内部的一个小生态你放的再开一点的话，至少从我个人角度，我希望说看到社区里突然有个谁做了个我之前完全没想过的，看到我自己都两眼一黑的插件但是它确实能解决用户的问题。就是它确实能实现一些事情，能解决问题，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了。当然从初期稍微粗暴一点的用户角度吧然后在短期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短期内至少可能几个月内半年内，插件系统能够真真实实的去帮一些用户解决掉问题。You know? OK 非常清楚。那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在你看来在内测期间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比方说是对于社区的用户也好，也有可能另一方面是对于企业的用户来好，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通过这个插件系统能做出的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内测期间的话，我有看到过几个比较有意思。一个是我们的社区用户，他做了一个就是叫限流的一个插件。对，就是像现在的话 ，DeFi 没有提供什么 TPS 的限制，也没有提供什么就是 RQS 这种。我想我的这个用户我一天我只让他用10次或者我1个小时内他最多请求5次。这个东西 DeFi 之前一直没有做。我们没有做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这些东西定制化程度太高了而且我们就
DeFi 做产品的时候是很希望说一上来就我们就把产品设计做得很优秀，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它很明显是个企业需求，我们去把它雕花雕的再完美，那其实很消耗，就它的 ROI 不高。然后呢，我看到那个社区用户直接用插件中间提供的一个叫做 storage 一个持久化储存的一个东西，就他那个社区用户用这个东西啊搓了一个工具，然后那个工具呢再利用了我们之前前2个月还是1个月推出的这个异常机制。使用这个异常捕获啊，它会被挂载在一个 workflow 的最开始的地方，然后那个工具会去判断这是这个用户今天第几次请求，然后如果说到达这个工具就会抛一个异常出来，然后这个异常呢，那就进入到异常分支了。那么用户看到就是story you have reached 什么的，就达到一个这样的限制。然后这个东西在之前其实可以实现，但是很不优雅，而且之前也没有用户做。我们那个社区用户直接拿这个东西，就拿持久化储存和一个工具，然后就搓了这么个插件出来，然后你安装 OK 就有了。对吧？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我们同事提出来的，就是一些比较好玩的场景嘛。就比如说你应该知道有一些那种现在很多平台上都有那种毒鸡汤，或者那种毒鸡汤，比如说一个马斯克或者一个 Trump 站在一个演讲台上面，然后底下放几个字幕，说什么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其实都知道，这图片是固定的，然后底下文字是生成的啊。我做了这么个工具，这个工具里面内置了几张图片啊，内置了几个这种比较famous 的这种人物的图片，然后呢，让 LLM， 因为我们在插件里面支持了这个反向调用 LLM 嘛，就反向调用模型的这个能力，对，他就做了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里面去调用 LLM， 让 LLM 来生成底下那一段毒鸡汤，然后再把这个生成的毒鸡汤通过插件给它重新填到图片上面去，然后再把这个图片作为工具的输出啊，给到 workflow 啊，这就做了一个叫什么，就毒鸡汤生成器这么一个插件吧，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用例。我能申请用你的截图做一张毒鸡汤吗？待会儿用你在右边截个。其实我们内测，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内测范围比较小，我们目前其实看到的大部分的用例都是跟 RAG 相关的，什么 PDF 找文本，然后就是它就是做了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可能是 PDF 转文本，然后什么 Excel 转文本，然后 PDF 转 Excel， 就这种把文件转来转去的这种插件，就这是目前内测期间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那这也是比较容易想得到的嘛，因为就它的确实跟我们现在比较像，然后像我们新推出的Agent， 就是可以把 Agent 做成插件，然后呢以及把这个 Endpoint 做成插件啊。那么聊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 DeFi 这个插件系统，它具体来说是做给谁去用的呢？就我的意思是，可能我有2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部分是谁在做这个插件，然后因为我可能想到说，用这个插件的人和开发这个插件的人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用户群体，有可能在公司里或者在个人是属于不同的岗位。就比方说你刚刚提到说有可能是跟销售有关的，它本身不是开发，所以我就会想到这可能也许是2批人。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与之相关延伸出来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用这个插件系统？先直接从我们自己出发，就从 DeFi 的视角出发。其实它最开始是为了解决我们和一部分用户的这个痛点的。从现在的话，你可以去看 DeFi 的整个的就 API 服务，以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现在 DeFi 的依赖非常的多，然后并且呢工具量也非常非常的多。就比如说里面很多的工具，我作为用户，我平常根本用不到它，我干嘛需要把它一直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并且它去占我的内存？我们社区用户的话，它还要占我很大的内存。到今年年初，跟我们的社区贡献者去简单的开过一个线上的一个 Meetup， 然后在那个 Meetup 里面，我们当时其实就说我们想要把工具整个独立出来，就我可以通过安装的方式去把一个工具安装到 DeFi 里面来解决掉我们现在这个我可能安装了这个工具 A， 就要把工具 A 的这个 SDK 什么一大堆依赖全部要一起安装进 DeFi， 然后 DeFi 的内存占用一下子多出来几个 G， 对吧？这是很不合理的。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初衷，还有就是一个解耦吧。我们希望这个工具应该是要跟 DeFi 本体进行解耦的，不应该放在 DeFi 里面，因为不同的用户他要的就是不一样的嘛。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具体一点的例子。
我们也是从 RAG 的角度出发，有的用户假设我们现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 PDF 转文本的这么一个问题 ，OK， 那么在面向论文的这种场景里面，就比如说它是一个论文的 PDF， 那它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它只需要把里面的这种什么文字啊提出来，然后排版也很简单，对吧？我们可能是 Section 1、Section 2，这个分段也很简单，这些事情我做一个这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呢，它就干一件事情，帮我把这个 PDF 那个文本提出来啊，就完事了。然后呢，我们换一个场景，假设它现在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论文啊，它可能里面是一个什么数据报表，然后这个报表里面呢有各种的图，有各种的这种啊，它这个 PDF 可能嵌了各种图片，然后图片里面呢还有就是这种什么报表啊、图表那种，对，那种图表我也塞这个 PDF 里面。那首先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要做 OCR， 对吧？啊，OCR 这个是最简单的。然后呢，我可能还需要说把它这个图表通过某一种范式也好，比如说什么 Mermaid 啊，或者说是什么，干脆就是 Python 写代码也好，反正我就是要把这个图表给我提出来。具体怎么提，从事用户者来说我不管。那针对于就比如说现在是2种场景，反正就是场景很多，但其实你会发现，对于这种场景，它的具体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2种策略，我不可能说我一个工具帮你把这2种策略全部给实现了啊！毕竟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很垂直的。它像 DeFi， 它是一个 infra 嘛，对吧？我们其实最开始对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个 infra， 当然现在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你作为一个基建的架构方面的一个东西，你就不可能包罗万象，你就不可能把垂直的解决方案也全部给它做好。所以说，我们希望用户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用他自己的最佳实践。具体到某个解决方案上，那肯定是要他们自己的最佳实践了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考虑一个把整个工具拆出来，用户想用什么他就装进去，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开始做插件的一个初衷。然后呢，到后面啊，就是比如说做给谁，其实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插件来看，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我们是做给谁的。对，因为面对不同的垂直场景啊，我比如说假如说我是一个公司内的一个 PM， 我是 PM， 然后我底下有5个工程师，然后现在我要去解决啊这个我领导给我的某个问题，我不会写代码，我也不关心写代码，我关心的就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脑子里肯定有个思路，比如我要做论文处理，我就要先把这个论文拿出来，先干个什么事情，我要先把它 PDF 里面的东西提成文本，然后我要丢给大模型去处理啊，或者怎么样，反正这中间步骤可能是他们的最佳实践，但我不管。但是底下的写代码，比如我们要用我自己的私有模型，我不用 OpenAI。那这些事情是谁干的？应该是底下那群工程师干的。那工程师应该去考虑这个，就工程师他就不应该去，也不叫不应该吧，就是他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整个流程的设计当中来，但是他的主要可能都是放在了底下的具体的编码任务中。相当于说我们把很多那种需求变得更加力度化了。作为一个 PM， 我去做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去关心代码，我干嘛要写代码？我就想在上面拖，把这个流程拖好了就完事了。OK， 这是一个公式，这是一个企业内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视角，当然实际情况很复杂很多啊，我们也不具体去展开。然后在社区里面啊，那其实就更好理解了。比如说你说开源社区，我现在去开源一个我的项目，我这个项目我是做给谁的呢？我干嘛要把它开源？其实这些问题也都是不好回答的。比如DeFi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嘛。但是比如我们换一个项目你说 Linux 当然这个项目可能有点太大了啊。就对于这种操作系统内核或者说是一些开源数据库，我干嘛要开源？我把我这个东西做出来干嘛？其实这更多是一种开源精神吧。然后就是一种社区分享的精神，也是最开始的一个互联网精神，就是别人的问题，别人有个问题，我们可能10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这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是工程师，然后这2个工程师里面有一个恰好把这个东西给他做了，就把这个插件给他做了，那么剩下这10个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到他对应的这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实现，其实就是2拨人嘛，一波开发，一波去解决实际业务问题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目前 DeFi 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希望，我们自己去做更多的那种高质量插件，因为它相当于把我们自己也进行解放了。你像我们作为 DeFi， 我们原本去进行这些开发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在插件系统里面也支持了 Agent， 对吧 ？Agent 呢也可以变成插件。现在的 DeFi 只有一个 Agent 的策略，就叫 COT， 这个 Chain of Thought， 我们只有这一种。但是呢，有很多什么 TOT、BOT、GOT， 对吧？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策略。你说 DeFi 有这个精力说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框架里面去把这么多花给它雕出来，然后雕出来之后呢，收益还非常的低，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我们把它插件化了以后，我们可能甚至只需要一个前端工程师，都不需要后端了，可能半天1天的时间把这个插件给它实现一下 ，Marketplace 上个架完事儿了，对吧？相当于把我们自己解决，包括我们的产品设计，我们现在产品经理也就不需要参与到这个 Agent 的研发过程中来了，可能就是哪天哪个研究机构出了一篇新的论文，这个论文里面说你这个 Agent 应该怎么去执行，它的效果更好，那产品经理要管这个吗？他不需要管，然后这个插件上架，我们就把这个 feature 给它闭环了，这也解决掉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还有像一些比较简单的，你可能像什么
比如说一些比较雕花的节点啊，像我们现在有的一些节点，什么 prompt 不对，那个 question classify， 然后什么参数提取器，对，那个 parameter extractor， 这些节点其实你会发现它们都属于雕花节点，就它并不属于 workflow 的基础架构。但你会发现 parameter extractor 做成工具跟做成节点没有任何区别，就你会发现它的行为其实跟工具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接受一些输入，然后再进行一些输出，跟工具行为太像了。那我们如果说以后再有这种就比如说社区里面肯定有需求说，我觉得你的这个 parameter extractor 不好用，我要自己做一个，那他就做一个工具就行了，他做出来一个工具，然后把这个工具安装进 DeFi。那你刚刚像是提到了一些，比方说是工具也好 ，agent 的策略也好，比方说就有也许是新的论文在讲解某个策略可能更合适，它只需要去 DeFi 上发布一个这个插件 agent 的策略的一个插件，然后我只需要安装它，就能在我的这个 DeFi 环境里去测试它的效果，对吗？对的，对。那这样太爽了，那我就在市场上只要能找到这个有小伙伴们开发的插件，就能直接一键安装去使用。而如果我对现有的插件感到不满意的时候，我也可以自己去手动开发一个。对，这个是从社区角度，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整个开发周期都进行了一个改变，把我们自己的平时的工作流也进行了改变，也更方便于我们自己做一些功能的迭代。那可能以后就不是迭代什么 feature 了，就是迭代一个插件。了解。我之前还了解到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有小伙伴他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的需求，那么翻译呢也不是简单的翻译，他比方说除了把中文可能会转到英文，那还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方说有一些词语、有些名词在第一种语言里它是合适的，但是转化到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它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或者是一些专门的替换，它可能它翻译的时候还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名词的列表。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插件的开发系统的话，我甚至能开发出一个专门针对于这种场景的完成的需求比较细致化的一个专有的工具。而这个工具一旦完成之后呢，也不需要其他人去设计一个很复杂的 workflow， 它可能就是一个节点安装了这个积木，然后在画布里面去拖出这个积木块，然后把它连接上就可以去使用了。对，是的。对啊，这之前我看你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是直接通过 DeFi 的插件系统做到的。就因为我之前的理解是 DeFi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说它这个插件系统能够去做一些 tools 就是以一种积木块的形式在那个可拖拽的画布里去搭建它。那还有一种形式好像是就是 endpoint， 然后我看到的是你之前做了一个案例是甚至开发了一个网页在里面，那通过那个 endpoint 能打开一个网页，也就是说这个 DeFi 的插件安装之后呢，是一个可以玩可以交互的一个网页，而这个网页呢一个 chatbot 它是可以调用 DeFi 的一个设计好的 workflow 的，是这样的吗？对的，就是 DeFi 的 endpoint 这个东西，它提供了一种在 DeFi 内部 host 一个 service 的一种能力，然后这种能力呢，就让我们可以直接用插件去开发一个可以进行交互的网页。然后呢，就是首先从 DeFi 的这个 Web App 的角度。其实大家在这么长时间内，就是 DeFi 的 Web App 从 DeFi 最开始的版本到现在，其实这个 Web App 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它从最开始到现在，它一直都是它的 MVP 版本。就 DeFi 呢，之前的话，对于一个我们想要把 DeFi 这个 App 嵌入到一个网页里，或者我们想直接去访问的话，的一个方式是这里有一个 Preview， 我们点进来网页的一个交互形式，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呢进行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 talk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这个页面，只要有这个页面基本可以确定这个 app 是 DeFi 做的。OK， 这是我们之前所做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其实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局限性了，它的交互太固定了，就是这里键盘我可以输入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去发送，然后这个 bot 再给我进行回复，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但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吗？我觉得不能，对吧？比如说我的需求可能怪一点，我希望我跟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进行对话，我希望我在这里说话，他能直接跟我回复，然后有一个 Level 2D 的一个转在这里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想要的形式，就是这个比较 to C 了，比较垂直了，或者说是我甚至可能是一个什么 multi agent， 对吧？我可能有3个 bot 在里面 battle， 我先说一段话，你再说一段话，然后最后再来一个 agent 去判断你们俩谁说的好，对吧？然后再给出一个答案。这种其实是前所提到的一些东西，当然有这个 multi agent 的一些场景，当然这个东西也比较实验性质了啊。然后对于这种场景，我们现在这个 DeFi 的 Web App 能做吗？我们最新的这个就是插件系统里面机上的 endpoint 它背后去 host 的一个服务，可以直接先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效果吧。好啊。那么我需要先 OK 连上了。OK， 然后通过这个就远程调试的方式我们连接了这么一个叫 Neko 的插件。OK， 然后呢，我这边比如进入这个网页，然后呢就比较容易看到
两眼一黑的东西啊，对吧？然后这是我随手搓的啊，就是模型也都是用的公开的模型，就是我随手搓的一个东西，我就做了这么个东西，对吧？那它跟我们现在这个 Web App，你可以发现，它虽然说交互比较类似吧，就是写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发送，然后一个管理绘画什么的，这些东西比较简单，但是就是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用户，你可以直接在 DeFi 上面跑。当然了，你不想把它跑在 DeFi 上，你也可以自己去做钱，但是你就麻烦一点。我们就是在插件的这套框架下去实现这些东西是非常简单的，至少像 Coso， 它就只用了半分钟就给我把这个页面搓出来了，并且不需要我自己去管什么运维，什么就那种什么数据管理都不需要，全部在 DeFi 里，就是相当于说把一个需求给它闭环掉啊。你像这种鬼东西，我就是让它随手给我改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需求吧。那个右上角那个是换角色吗？哦，对，可以，要不就有这个吧，大 B 站开源的嘛，就也是一个现有的项目，我只是拿来用，就是拿来做一个演示。可以。然后比如说呢，当然这里我需要先配置一点东西，在我们的 endpoint 这里呢，这个有个配置，我可以先选择当然我这里雕花，我给它雕了一个 TTS， 我给它雕了一个 APP。首先这个 APP 我可以反向调用。首先这个 APP 这就是反向调用，我可以在插件里面去调用这个 DeFi 里面的 app。那么我现在去跟他聊天，我是在跟谁聊天呢？我在跟哪个 bot 聊天，对吧？它的后台实现距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我这个地方，比如我选到这个 chat flow， 我就是在跟这个 chat flow 进行聊天。OK， 然后它这个名字，我觉得它的名字不好，我随便给它改了一个 WTF。OK， 然后包括 TTS， 我选个这个OpenAI 的 TTS1吧，我随便选啊。OK， 然后我们保存。也就是说然后回到这里，甚至去接，就是比方说一些动漫的一些角色，它的那个 TTS， 对吧？现在我们测试对用的，对。我 OK， 然后这个地方，对的，然后我刚就改了一个这个，然后这就变成了 What the fuck， 然后我给那个一下 ，OK， 因为刚刚他就给我来了一个 Hello，How can I assist you？OK， 你有听到吗？就是刚听见了，就是我刚刚的它这个 TTS 的那个模型自己说出来的 Hello，How can I assist you today？ 而且左下角就是我们这个小人偶，就二娘，他会跟着一起说一样的话。对，这就是因为这个页面是我简单雕花雕出来的嘛，那它就可以完成一些交互，就我们之前的这个里面完全没有的交互，那你可以把它搓出来，然后搓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插件，你安装之后你就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发布了这个插件之后，我在我的 DeFi 里看到你这个很有趣，我点一下安装，然后我基本上就能开始玩这个东西了。对，是的，你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还选了 TTS 模型吗？然后这个 TTS 模型里面呢，对吧？有不同的这种就音色你自己去调，然后设置完了，我甚至都在这边，我就可以就让它进去说话。比如就像这种，就是对于用户来说，就对于你开发这种 app 的这开发人员来说，我们其实相当于 DeFi 已经帮你省掉了非常多的工作了。你不需要去管模型，你也不需要去管，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需要去专注于这个页面本身。至于你只需要管这个交互，具体后面的这些模型 DeFi 已经全部帮你处理好了，这也是插件带来的一个价值，对吧？就相比于你从头开始搭建，为什么要用 DeFi？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DeFi 这个插件生态对我来说的好处就是它很好玩。那它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可玩性嘛。我记得 DeFi 的插件生态应该还有一种是叫做模型供应，是吗？对，就是现在的模型也都是通过插件进行安装的。这个 Explore Marketplace 里面，然后选到模型这一页，就可以安装像什么 OpenAI 啊这种 Anthropic 啊这些 Gemini 这些模型，我们都现在都放在了我们的这个 Marketplace 上面。然后你想使用哪个模型，你就是安装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Workspace 里面，你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使用了。然后当然这边也可以直接在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这个安装。了解。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作为一家公司想要去借助 DeFi 的平台，也来推广一下我模型的供应，我也可以去提交一下我开发的一个插件，来让大家能够在 DeFi 的平台里直接到使用这些比方说 TTS 也好，比方说其他的模型也好，对吗？对。然后并且呢，我们是会给，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模型或者是一些就插件吧，我们会给予一定程度的曝光，就是说在我们觉得你就是开发出来这个东西，我们觉得非常好，那我们可能会把它留在这个首页，给予一定的曝光度。我们也
希望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就是你做的好的东西就应该啊，就是大家就应该来用。那我刚看到你那个 endpoint 那个前端页面非常有意思，我也想问一下，它现在是支持哪些框架呢？比方说它可能是 HTML 或者是 React 或者是其他的，还是说？目前的话它的实现比较原始，就只是用 Python，然后要去返回一个文本，然后这个文本呢它可能是 HTML 的，也可能是 JS 的，反正。就目前它的形式比较原始吧，没有办法就是说直接使用 React 或者直接使用 Next.js 这种框架进行开发。但是呢，我们会根据社区的反馈，就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并且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人拿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页面，或者说什么，然后在社区里面参与传播啊、分享，我们就发现这个东西大家确实喜欢，那我们就会考虑说去更多的去在这上面做优化，比如说我们支持或者直接使用 Webpack 或者直接使用什么这个 Vite 这些现代前端框架啊进行这个页面的开发。对，昨天 Evan 他就是应该是展示了一个 Ruby Loop 的一个基于事件触发的 workflow 的一个场景。对那也是 endpoint 的这个用处之一。我们可以去用这个 endpoint 接收一个来自 web 的 webhook 事件，这个事件一来，我就去触发一个工作流，然后就相当于说一定程度上去完成这个 human loop 的需求。然后 endpoint 呢还有一个玩法，就是一个任意的 API 格式适配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来到就是 DeFi 的 marketplace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个这个我们选到这个 extension 上。然后可以注意到有一个 extension 叫做 OpenAI Compatible DeFi Model。我们去将这个插件进行安装。这就安装好了，点击 install。OK，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OpenAI Compatible DeFi Model。然后这个 endpoint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把这个 Aerobic 选上，比如我们选这个 Hack 版 API key __ endpoint 里面，然后我们 save 一下。然后我这就获得到一个这个符合 OpenAI 的这个规范的一个 endpoint， 然后我根据这个 OpenAI API Compatible， 兼容 OpenAI API 规范的这个第三方 API 接口，对，我直接把它贴进来，我删掉后面那个东西然后我们选 ARM 模型，我选 API key， 我们刚刚就是叉，然后是这种东西，然后点个 save。好了，安装成功了。这个叉就是相当于你。那么对，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这个就是这里我将加进的这个叉，它其实背后是一个 Aerobic 的模型。那我们要不在一个 agent 里试一试？OK， 我选到这个叉，然后 Who are you？ OK。好，能正常。我的 instruction 可以，没关系，重新。Who are you？ 好，你可以发现他说 I'm Cloud 然后但是我是通过 OpenAI 这种兼容接口的形式给它接入进来的。那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只要有了 DeFi 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 DeFi 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可以在 DeFi 里面去使用任意你想使用的模型，对吧？你想使用什么模型都行，不管这个模型，包括像 Gemini 这种不支持 OpenAI 兼容接口的，就 Gemini 它肯定是不支持 OpenAI 这个返回格式的嘛，对吧？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型，你只需要把它进行安装，然后再装一个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就是这个插件OpenAI Compatible DeFi Model 这个插件，那你就可以使用 OpenAI 的协议来用任何你在安装了的，对吧？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玩的场景。还有一个，既然 DeFi 里面的模型它可以用 OpenAI 的兼容接口，那 DeFi 的 APP 它可不可以用 DeFi 的兼容接口呢？真的可以吗？我们这有个插件叫做 OpenAI Compatible DeFi APP。那这个插件呢，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就是使用了一个我这里就调的是这个 Headflow for OpenAI Compat 的这么一个 app， 它的背后就这个 endpoint 的背后就是这个 app， 这个地方是这个123 OK， 然后123 OK， 再刷新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模型也换成刚刚的这个 DeFi， 然后我跟它 hello 一下，然后你会发现它给我 hello， 为什么它 hello 这么多下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 DeFi 的 app， 我们可以回到 DeFi 这个 app 里面来看到我刚刚写的这个，就是 Chatflow for OpenAI Compat， 它里面就是运行一个 code， 然后运行一个 iteration， 然后里面就是在 hello。相当于它里面会对，就是这个 app 在进行回复，然后它这个 code 我是有10轮，我是返回一个10轮的，所以说这个 iteration 会一直迭代10次，每一次迭代它都会输出一个 hello。那么在这里看来，在这里就是10个 hello， 这个太好玩了。这就是通过 endpoint 去把 DeFi 的这个
App 也当成 OpenAI 的这种兼容接口进行使用。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层。它既然可以 OpenAI 兼容接口，我为什么不能兼容更多的东西呢？对吧？就是将 DeFi 的各种标准的 API， 你都可以改写成你自己想要的 API 的形式，变成一个插件，然后在 DeFi 上面进行安装，然后安装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在任何其他的平台，你就可以来使用，就按照那个 API 的格式来进行使用 DeFi， 就相当于说把 DeFi 变得更加万物互联，对吧？谁都可以。你只要有一个，你就可以让它，就它相当于一个适配器。有了这么一个适配器，你就可以让它适配上更多不同的协议。这也是 Endpoint 的其中一种玩法。学习 DeFi 的这个价值大大的增加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关于 Endpoint 的这个一些分享吧，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因为就目前我们已经提到了比较多有意思的，然后也甚至有一些可以投产的一些关于 Endpoint 的一些用例。OK， 那感谢尤里今天的分享，然后今天也让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案例，然后各位观众看到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欢迎一起来使用 DeFi 插件系统来开一些有趣的案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